全面双休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破局之路，不需要国家花一分钱，也不用设计复杂的激励政策，只需要落实双休。大家好，今天是2026年的7月18号。提振消费喊了多少年，一直不温不火，拉动内需、刺激消费变成了一句空话。要不是这些年有国补，平台有100亿补贴，消费可能一蹶不振吧。关键还是大家手里没钱，对未来持悲观态度。就算卡里有钱，想的也是未雨绸缪。最近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把一个开超市的老板叫去开会了，为什么会是他呢？难道经济模式要变天了吗？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，请看视频。要变天了，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，一个开超市的于东来老板竟然受邀发言，这种规格有史以来头一回。很多人看不懂，拉动内需最大的僵局就是老百姓不愿消费，但这一次终于找到了病根儿，或将破解全民不愿消费的难题。要知道，以往同规格国家级经济会议能拿到发言席位的只有3类。第一类，中石化、国家电网这种万亿级别的央企龙头；第二类，华为、比亚迪、阿里、小米这些1000亿级别的民营企业；第3类，清一色顶级经济学家、宏观智库专家。而这一次新闻画面曝光后，全网热议，穿正装白衬衫的行业大佬中间，于东来一身暗红色的 polo 衫格外扎眼。论企业体量，胖东来根本排不上号啊！只在许昌、新乡2座城市10几家门店，对比同台1000亿巨头们，体量差距10万8千里。问题来了，全国那么多大的企业凭什么偏偏是他？今天我用大白话把国家最新的经济底层逻辑一次性讲透。过去20年，整个商界的成功标准只有2个字：规模。谁门店多，谁融资多，谁上市快，谁扩张猛，谁就是行业标杆。可现在的大街小巷，门店大量倒闭，生意难做已经成为了常态。各行各业陷入了无休止的低价内卷，多数的商家第一反应就是降工资、砍福利、压缩服务成本，最后员工留不住，服务越来越差，顾客越来越少，陷入了死循环。但胖东来走出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，不融资、不上市、不套路、不打价格战。他的经营逻辑很简单，不压榨员工，不欺骗顾客，真心实意做生意。2025年，胖东来销售额高达235.3亿，同比暴涨38.7%，增速碾压全国绝大多数零售企业。对待员工，他直接拉高了3、4线城市的行业天花板，门店起步底薪7000以上。2026年1季度，员工平均月薪接近到9600元，五险一金足额交齐。谁敢安排乱加班，直接罚款5000元。就上面这些，一般企业都无法做到。你再听听下面这些，那真的是不点赞都不行。每周2全员闭店休息，全年带薪休假高达145天。员工心情不好怎么办？可以带薪休假10天。员工结婚，直接奖励5万。企业38亿经营性资产，由管理层和基层员工平分，普通员工人均可分到20万。员工收入高，有尊严，不受委屈，服务顾客自然没话说。对待消费者，胖东来更是把信任做到了极致。例如，你买鱼买虾，先甩干水分，鲜切的水果超过4个小时打折出售，熟食满8个小时全部报废，绝不售卖。商场的卫生间15分钟打扫一次，退换货几乎零门槛，所有的商品进价毛利全部公开透明，导购绝不强制推销。很多同行都在抠成本、玩套路、卷价格，而胖东来舍得给员工分钱，舍得给顾客让利，结果就是越真诚越长久，越赚钱。细心的朋友可能也注意到了，就在座谈会召开前4天，7月9日，9部门联合发文，直接把胖东来模式写进了国家级文件，全国推广学习。商务部1个月内2次公开点名胖东来，说白了，国家早就盯上了这个救市模板，也正式升级为国家认可的实体经济标杆。看懂这一步，你就看懂了中国经济未来10年最大的转折。过去几十年，我们的经济模式是投资于物，为了做大体量，很多企业压缩人力成本，透支消费信任，套路消费者。但现在时代彻底变了，“15+5”规划明确提出，从投资于物全面转向投资于人。
国家定下未来消费3大终极目标：能消费、敢消费、愿消费。前面2项是需要国家出台政策来托底，提高居民收入，完善社会保障。但最难落地的是愿消费，责任交到了全国所有企业家手里。而胖东来就是国家摆在台面上的最优范本。逻辑其实很简单，企业善待员工，员工有稳定收入和体面，才会用心做好服务，市场无套路，老百姓才愿意消费，消费潜力持续释放，企业稳定盈利，实体经济才能形成良性循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很多人陷入了一个误区，总盯着芯片、AI、新能源这类硬核科技，但我们当下内需市场最大的短板，恰恰是民生层面的缺失啊！像善待员工、诚信经营、做好服务、重建消费者信任，属于市场的根基呀。技术决定我们能走多高，经营良心决定我们能走多远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在我看来，能消费、敢消费，国家兜底；愿消费还得看企业。国家给老百姓兜底，企业给市场信心。未来呀，以人为本，造福民生，有温度、有良心的实体企业，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底气和未来。您觉得呢？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呢？有人说了，其实不需要国家花1分钱，不需要搞什么复杂的激励政策刺激消费，只需要全面落实双休，就可以打破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格局。又有人会说了，老马都说996才是福报，现在很多公司裁员，还倡导全面双休，岂不是倒闭的更快？现在大家都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都很难，就算单休或者无休也愿意干。强制双休的话题在2025年底就火遍全网，最近好像又活跃起来了。一起来听听这位博主怎么说，直接看视频。全面双休才是中国经济真正的破局之路，不需要国家花1分钱，也不用设计复杂的激励政策，只需要落实双休，那中国年轻人不消费、不结婚、不生娃的3大难题就能够瞬间找到解决的出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。很多人总以为拼命加班是中国人的天性，仿佛我们天生就闲不下来似的那么总拿老一辈的经历来反驳我们，说80、90年代普遍实行单休当年没有人觉得不合适，怎么到了现在的年轻人这里，加班单休就成了全都难以忍受的问题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以前的工作模式和现在的工作模式完全不同。上世纪80、90年代的时候，国企机关虽然普遍单休，但是大家的生活节奏是舒适而踏实的。很多人下午3点多就可以去买菜接孩子了，在单位没事可以看看报纸、织毛衣，家里有事儿随便打个招呼就能离岗，甚至很多单位还配备了专门的托儿所、食堂、澡堂、宿舍、医院等等。大家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都能在单位里面按部就班的得到解决，大家心里就有底了没有快节奏，也没有焦虑的情绪，整个社会也没有拧紧发条，更没有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。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了2001年当我们加入到 WTO， 大量的海外订单接踵而至，我们一跃成为了给全球供货的世界工厂。美国人要玩具，欧洲人要鞋子，日本人要 T 恤他们全都需要我们来制造。很多老板核算了一下成本，发现每天多干1个小时就能够多1个点的利润，每天多干3小时就能够提前买别墅。在利益的诱导之下，中国的很多工厂开始只看财务数字，那么把2班倒改成了3班倒，把单休改成了无休，把工人的工作时间压榨到了极致。坦白而言，这种工作模式确实能够极大的激发社会的工作效率，让我们快速的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，让我们搭建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。没有这段时间的财富积累，我们现在压根就没有资格去讨论双休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只适合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。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之下这套模式已经完全玩不下去了。今天是一个产能过剩的年代，房地产增长放缓了，汽车保有量开始饱和了，家家户户都有手机家电了，衣服更是多的穿不完了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缺的不是商品，而是消费能力。那消费能力是怎么来的呢？一个是要有钱，另一个就是得有时间。这2年我们一直在钱上面发力，给我们降房贷利率、发消费券、以旧换新、补贴购车等等，都是在变相的省钱。但是大家却忽视了一个时间的因素一个人他再有钱，他也得必须有消费的时间呀，否则他的消费能力就会被牢牢的锁死。单休最大的危害就是在于它完全剥夺了我们出去消费的时间。假设你是一个在大城市上班的普通白领你们公司执行的是996的工作模式，那你1周的工作状态那得啥样每天早上7点准时起床，洗漱吃早餐，7点半出门，路上通勤1个小时，8点半准时到达公司打卡
准备开始上班了，全程高强度的脑力劳动，中间几乎没有任何摸鱼的时间休息的时间，搞不好还要熬到晚上9点下班回家，回程的又是1个小时，到家已经晚上10点了，洗漱完躺床上刷下手机，发现时间又到凌晨了，一觉醒来之后，这新的一天就继续开始了。终于从周一熬到了周六，你的精神已经是极度疲惫了。周六晚上回家之后，全身麻木，只想一觉睡到天亮。然后周天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到中午11点了。你起来点了份外卖，吃了午饭，洗洗衣服，做做家务，你发现傍晚的夕阳倒映在你的脸上，你的周末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结束了。晚上你刷会儿剧，发现凌晨的钟声再度响起，新的一周正在向你招手。这就是中国很多年轻人一周的真实生活，我没有添油加醋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来说，周天那一天的休息时间，他们压根就干不了其他事，只能是当做自己的回血日，让自己疲惫不堪的身体尽可能的得到修复。为什么当下会出现这样的消费不振？除了缺钱这个原因之外，大家也是真的没有时间。更致命的是，这种生活节奏还会形成恶性循环。当大家没有时间消费，内需就会疲软，工厂东西卖不出去，老板就会压榨用工成本，降薪裁员出现，员工更加没时间没有钱去消费，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死循环。那么看懂了这个，你就会清楚想要拉动内需，其实方法很简单，那就是首先你得让大家有时间，对吧？去休息，去消费。那如果大伙全都是那种双休8小时的工作模式，那么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晚上6点下班之后，你可以约朋友逛街、吃饭、剧本杀，可以去看电影。周五晚上下班之后，大家可以规划一个短途的旅行，比如说武汉的可以去长沙旅个游嘛，杭州的可以去上海旅个游，广州的可以去惠州旅个游，从而带动餐饮、交通、零售、文娱一整条产业链的发展。当这些产业链的消费被激活之后，就会带来海量的就业岗位、持续的税收和流动的经济活水，这样整个经济就会走向正循环，消费不振的局面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。而且呢，双休8小时能够解决的还不只是消费和经济问题，还有婚育和人口问题也能得到极大的改善。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恋爱、不结婚、不生娃？除了没有钱这个原因之外，更重要的还是没有时间。你谈恋爱要不要时间？产检、照料、教育、陪伴孩子，你要不要时间？恋爱、结婚、生娃是最需要时间的几件事情啊。当一个年轻人每天回家已经是晚上10点了，当一个年轻人每周只能休息1天，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，哪里有什么勇气再去照顾另外一个人？不是年轻人不想生，是他们的人生里面压根就排不下一个孩子的位置。历史经验早就告诉我们了，只靠压缩工时、压低人力成本是走不远的。尤其现在是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之下我们需要从拼工时转向拼效率、拼技术、拼品牌，只有这样才能够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，才能够激发年轻人的生育愿望。为什么韩国的生育率会出现大反弹呀？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年轻人到底他缺什么。韩国仁川生育孩子1个奖励1亿韩币，韩国政府提出熄灯造人计划，每个月专门抽出1天时间，让韩国打工人提前下班回家。韩国京畿道开始探索4.5天工作制度，解放年轻人的时间。他们做的事儿其实非常简单给年轻人钱，给年轻人时间，那消费和生育的事自然就会出现明显的改善。坦白来说呢，我们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早就耗尽了一代人的体力和心力，大家神经真的是绷得太紧了，以至于我们连休息都产生了罪恶感。现在呢，我们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时候松一松发条了，给年轻人减减压，只有这样，中国经济才会出现明显的转机。大家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谢谢大家。